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马克·海曼医生所著的《美国名医教您如何通过终极饮食减掉内脏脂肪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如何尽情享受美食而不发胖的秘诀；第二，不会让您发胖的食物；第三，医生建议的绝对不要食用的食物清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。如何尽情享受美食而不发胖的秘诀？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：脂肪不仅不会让人发胖，反而能够帮助减肥，甚至能让腹部变得更加平坦。通过引用多项研究，书中揭示了以下几个关于脂肪的重要真相：一、脂肪能够促进新陈代谢，减少饥饿感，并能燃烧内脏脂肪等体脂肪。二、脂肪摄入不会增加总热量，反而能够降低热量的摄入。三、高脂肪低碳水饮食可以改善2型糖尿病。四、脂肪能够抑制炎症，降低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。五、脂肪有益于大脑的功能和情绪，并帮助预防认知症。很多人对脂肪的认知被卡路里迷信所误导，因为脂肪每克的热量约为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2倍。因此，许多人认为减少脂肪摄入是控制体重的关键。然而，最新的研究表明，这种观念并不科学。食物在进入人体后，会经历复杂的代谢过程，而不同营养素对激素、代谢及大脑的影响截然不同。例如，脂肪代谢能促进新陈代谢，不会引发胰岛素的急剧上升，因此不易转化为体脂肪储存。还能抑制食欲，从而减少日常热量的摄入。碳水化合物代谢会引发胰岛素的波动，促进脂肪的储存，并增加内脏脂肪堆积，还可能导致新陈代谢减缓及食欲的增加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脂肪热量高会导致肥胖的说法是错误的。真正导致肥胖的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糖类，而不是脂肪。研究还发现，单纯计算每日卡路里的摄入并无意义，就像货币一样，100日元和100美元的数值相同，但实际的价值却相差悬殊。同样的，食物不仅是能量来源，还会影响激素平衡、免疫功能等。作者进一步解释，高脂肪低碳水饮食是改善新陈代谢、减少体脂肪储存的有效方法。这种饮食结构可以避免胰岛素的急剧波动，从根本上改变体内脂肪的生产和储存机制。反观传统的少吃多动的减肥法，尽管短期有一定的效果，但长期效果不佳，因为身体会误以为进入饥饿状态，降低代谢的速度，从而增加饥饿感，最终导致暴饮暴食和体重的反弹。数据显示，仅有不到10%的人能够在1年内维持减重的成果。总结来说，肥胖并不是因为我们吃得多，而是体内代谢失衡引发了食欲增加和脂肪堆积。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，关键在于增加脂肪的摄入，让脂肪成为主要的能量来源，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糖类，避免胰岛素的波动。高脂肪低碳水饮食不仅可以帮助减重，还能长期维持健康的体重，改善整体的代谢功能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不会让您发胖的食物。前面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脂肪对身体的好处，并且说明了摄取脂肪可以帮助我们减肥。大家可能会想，到底我们应该具体摄取哪些脂肪呢？因此，在这一部分，我将给大家列出一些推荐摄取的脂肪类食物。这些不会让您发胖的食物是：一、鸡蛋；二、坚果和种子；三、特级初榨橄榄油；四、草饲黄油或草饲酥油；五、特级初榨椰子油。接下来让我逐一来进行讲解。首先是第一种食物，鸡蛋。鸡蛋可以说是我们日常饮食中最容易获取的食物之一。作者对鸡蛋非常推崇，认为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天然优质食品。鸡蛋富含蛋白质和脂肪，不仅能够抑制食欲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还能减少每日的总体食物摄入量，有助于减重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大家要多吃鸡蛋。不过，他特别强调了鸡蛋的品质问题，
优先选择那些由食用天然草料和昆虫长大的鸡所产的鸡蛋，或者富含 Omega-3 的鸡蛋，因为这些鸡蛋含有更多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。鸡蛋不仅帮助减重，还富含多种必需的营养素，可以说是完美的营养食品，非常值得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多加摄入。接下来是第二种食物，坚果和种子。坚果的健康益处广为人知，并有诸多研究支持。虽然过去曾有人认为坚果热量高，容易导致肥胖，因此建议少吃，但研究表明，每周至少食用2次坚果的人，相比很少或不吃坚果的人，体重增加的可能性要低得多。在对8865名西班牙成年男性进行了长达28个月的研究中发现，每周至少吃2次坚果的人，其体重增加的可能性比完全不吃或很少吃坚果的人低了31%。坚果富含蛋白质、食物纤维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及大量的健康脂肪，能够有效减少食欲。因此，坚果不仅有助于减重，还能为身体提供丰富的营养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坚果呢？作者建议选择经过有机认证的生坚果或种子，这样可以避免摄入有害的物质。由于高温烘焙会破坏坚果中的优质脂肪，因此尽量避免选择烘焙或加盐调味的坚果。接下来是第三种食物，特级初榨橄榄油。橄榄油的健康益处众所周知，但作者特别指出，橄榄油是应对肥胖问题的顶级液体黄金。多项研究表明，地中海饮食有助于减肥，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，并降低整体死亡的风险。而这些健康效益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橄榄油。橄榄油不仅能提升食物的风味，使用方便，还能够促进身体的健康，因此将其纳入日常饮食中非常必要。橄榄油的益处包括减肥、保护血管和心脏、改善消化功能、提升思维清晰度、预防癌症等。地中海饮食一直被誉为健康的典范，而橄榄油正是其中的核心。作者建议购买标有特级初榨橄榄油的产品。所谓特级初榨橄榄油，是橄榄果经过第一次冷压榨而得，营养成分最高。虽然价格较高，但其抗炎效果远超其他普通橄榄油。由于市场上存在不少劣质或掺假的橄榄油产品，作者建议选择价格合理、品质有保障的特级初榨橄榄油。接下来是第四种食物，草饲黄油或草饲酥油。草饲指的是以天然牧草为主食的牛生产的产品，而谷饲是以谷物为主要饲料的牛。选择草饲黄油或草饲酥油非常重要，因为两者之间的营养差异显著。作者建议尽量避免食用非草饲的黄油，因为草饲黄油的脂肪质量更高，能更有效地帮助燃烧内脏的脂肪，而草饲酥油则比草饲黄油更为优质，因为它是在黄油去除水分后制作而成的。接下来是第五种食物，特级初榨椰子油。近年来，人们经常听到 MCT 油的说法，而 MCT 油其实就是椰子油中的一种成分，能够加速内脏脂肪燃烧，并有助于减重。椰子油能够提升新陈代谢，加速卡路里的消耗，减少内脏脂肪的堆积，还能抑制食欲。研究还表明，相比以橄榄油为主的人群，以椰子油为主的人群更不容易感到饥饿。椰子油的健康益处还包括促进大脑健康、提升免疫力、改善皮肤状况等。作者建议大家选择特级初榨椰子油，因为它比普通的椰子油含有更多的营养成分。与橄榄油类似，特级初榨椰子油经过冷压榨提取，最大程度保留了椰子油的营养精华。以上就是作者推荐的5种有助于减重和健康的食物。通过摄入这些优质的脂肪，并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糖类的摄入，可以有效提升新陈代谢，帮助减重并维持成果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医生建议的绝对不要食用的食物清单。如果我们想要有效减少内脏脂肪、成功减重或改善整体健康，那么就必须在饮食上做到以下2点。
首先是摄入对身体有益的食物，其次是避免摄入对身体有害的食物。在前面，我们已经讲解了对身体有益的食物，现在在这一部分，将重点讲解需要完全避免的食物。作者建议，如果您的厨房里有以下这些食物，请立即将它们扔进垃圾桶。这些绝对不要食用的食物清单是：1. 伪造食品；2. 含糖类的食品；3. 含糖类的饮料；4. 含人工甜味剂的食物；5. 含氢化油或精炼植物油的食物；6. 麸质；7. 加工食品。接下来我会逐一讲解每种食物的具体危害。首先是第一种食物，伪造食品。伪造食品指的是那些不完整、不新鲜或者成分不真实的食物。所有的袋装、罐装食品都属于这一类，尤其是含有防腐剂、人工添加剂或色素的食物。典型的例子包括各类加工零食和冷冻包装食品。尤其要注意的是，所有标有无脂肪或低脂肪字样的食品，它们常常在去除脂肪后加入大量的糖或人工添加剂以补充口感。接下来是第二种食物，含糖食品。这一类包括各种形式的糖，即使是看似天然的蜂蜜、红糖浆、枫糖浆、椰糖以及有机甘蔗糖等，也在禁忌之列。虽然这些天然糖类听起来比精制糖要更健康，但它们同样会对血糖和胰岛素产生不良的影响，因此需要严格控制其摄入量。接下来是第三种食物，含糖饮料。这类饮料包括果汁、加糖的红茶或咖啡、运动饮料和能量饮料等。饮料中的糖分会迅速被身体吸收，导致血糖迅速升高，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。因此，尽量选择不含糖的天然饮品，如纯水或无糖的茶。接下来是第四种食物，含人工甜味剂的食品。人工甜味剂如阿斯巴甜、糖精、山梨醇、木糖醇等，虽然热量较低，但它们已被证实会扰乱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并与肥胖和糖尿病风险的增加密切相关。此外，人工甜味剂还可能改变肠道菌群的平衡，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彻底避免这类食品。接下来是第五种食物，含氢化油或精炼植物油的食品。像玉米油、大豆油等植物油中含有高量的 Omega-6 脂肪酸，这些脂肪酸容易引起身体的炎症反应，尤其是人造黄油等反式脂肪酸，是健康的头号大敌，应该绝对避免摄入。在选择油类时，尽量使用富含健康脂肪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或椰子油。接下来是第六种食物，麸质。麸质被证明可能会引发肠道的炎症，尤其对某些敏感人群更为明显。它存在于许多食物中，包括面包、蛋糕、饼干和许多加工食品中。因此，我们要养成阅读食品标签的习惯，避开那些含有麸质或小麦成分的食物。接下来是第七种食物，加工食品。所有含有食品添加剂、防腐剂、色素或化学调味料的食物都属于这一类，特别是培根、罐装肉类、热狗等加工肉类。长时间食用这些食物会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，要做到完全避开这类食品，将新鲜的食材作为日常饮食的基础。以上就是医生明确建议绝对不要食用的7大类食物。为了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，我们应当从现在开始行动，清理家中的这些不健康的存货，为健康生活开创一个新的起点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